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普通话播客，我是玛丽。大家好，我是周洋，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玛丽，你今天看起来心情特别好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让人感觉很甜蜜，但有时候又有点头大的话题。哦，听起来很有意思，快说说看，是什么话题能让你都觉得头大？我们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他们很多人都在中国学习或者工作，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其中有一个问题被问到的频率最高，那就是怎样和中国人谈恋爱？啊哈，这个话题确实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爱情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达爱和维系关系的方式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会分别从男生和女生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和中国人谈恋爱可能会有的感受，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有趣的文化小故事。希望能给正在经历或者向往跨国恋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参考。没错，我们会尽量用简单易懂的中文来讨论，大家也可以边听边学习一些关于情感和关系的词语。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要不周洋你先来。作为男生，你觉得如果一个外国男生想要追求一个中国女孩，他最先应该了解什么？好，那我就先从我们男生的角度来说一说。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中国女孩比较害羞内敛，不像西方女孩那么直接。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同意。很多中国女孩在感情初期会比较慢热，不会很快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矜持一些。对，矜持，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意思就是女孩子要稳重，不轻浮。所以，如果一个外国男生刚认识一个中国女孩，就非常直接地说我爱你，或者有很亲密的身体接触，可能会吓到他。真的会，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随便，心里会有点害怕。所以外国男生们需要多一点耐心。我们中国女孩的爱是需要慢慢预热的。说得好，预热，就像开车前要先热车一样。那具体要怎么预热呢？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第一，多关心，在恋爱初期，行动比语言更重要。比如，天气变冷了，你提醒他多穿一件衣服；他加班晚了，你问他吃饭了吗？要不要帮你点个外卖？他生病了，你给他买药，告诉他要好好休息。这些小小的关心，比说100遍我爱你，更能打动中国女孩的心。没错，我们特别看重细节，这些细节会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体贴可靠的人。我们常常说安全感，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生活中的小事里来的。一个男生如果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那他成功的几率就非常大了。是的。第二个建议是，学会读懂他的潜台词。中国女孩有时候不太会直接说不，她们会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拒绝。比如，你约她周末去看电影，如果她说我可能有点事，或者我再看看吧，那很有可能就是她不想去，而不是真的有事。周洋，你很懂嘛，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觉得直接拒绝别人不太礼貌，
所以，如果他对你有好感，他会很开心地答应，或者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他总是不确定，那你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换个目标了。所以，这需要外国朋友们有一定的情商，也就是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多沟通。你可以试探性地问一句，如果你不太方便的话，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约。这样既给了他台阶下，也显得你很大度。这个方法很好，显得你很绅士。第3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尊重他的家人和朋友。在中国文化里，恋爱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更是2个家庭的事。如果你想和一个中国女孩有长远的发展，那么获得她家人和朋友的认可非常重要。太重要了，很多时候父母的意见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决定。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父母，一定要表现得有礼貌、谦虚、有上进心，给叔叔阿姨留下一个好印象，你的恋爱之路会顺利很多。对，你可以不用带很贵重的礼物，但是一些水果、茶叶或者你家乡的特产都是很好的选择，这表示你对长辈的尊重。还有，要主动和她的朋友们搞好关系。如果她的闺蜜，也就是最好的女性朋友都说你好，那你在她心里的分数肯定会大大增加。没错，闺蜜的意见简直就是金玉良言。我们会和闺蜜分享所有的小秘密，所以搞定她的闺蜜，你就成功了一半。看来是这样。总的来说，和中国女孩谈恋爱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和真诚，不要急于求成，要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地让她感受到你的好。周洋总结得太好了，确实是这样。那说完了怎么追中国女孩，我们再来聊聊，如果一个外国女孩和中国男生谈恋爱，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这个得我来主讲了吧？当然，我们洗耳恭听，请玛丽老师开讲。作为一个女生，和中国男生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和中国男生谈恋爱最大的一个特点，可能就是他会把你当女儿一样照顾。女儿，这个说法很有趣，怎么讲？真的，很多中国男生会觉得照顾好女朋友是他的责任，他会帮你安排好很多事情。比如，你们出去旅行，他会提前做好攻略，订好酒店和车票。你渴了，他会主动去买水，而且可能会记得你喜欢喝什么温度的。你走路累了，他会说：“我来帮你背包吧。”这倒是真的。我们确实觉得男生应该多承担一些，这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我们不太习惯让女生来操心这些事。对，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会让很多外国女孩觉得非常温暖和幸福。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带来一些甜蜜的烦恼，比如他可能会管你很多。说到点子上了。他可能会说：“天气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快去加件衣服。”或者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不安全。再或者，这个东西太凉了，女孩子吃了对身体不好。他们会像爸爸一样叮嘱你很多事情。这个确实是很多中国男生的通病。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关心你，但可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一种不尊重，好像觉得他自己无法照顾好自己。是的，
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理解并适应他的中式关心。当他这样对你的时候，不要立刻觉得他是在控制你。你可以先感谢他的关心，然后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告诉他你的想法。比如，你可以说：谢谢你提醒我，不过我觉得还好，我不冷。如果冷了，我自己会穿的。沟通很重要。对，沟通是解决一切文化冲突的桥梁。你可以告诉他你很独立，但同时也很感谢他的爱护。这样，他既保住了面子，也明白了你的想法。第二个特点，关于金钱观念。在和中国男生约会时，很多时候都是男生付钱。这在西方文化里可能不太常见，大家更习惯 AA 制，也就是各付各的。在中国，男生为约会买单，被认为是一种风度和诚意的表现。如果我们让女生付钱，会觉得很没有面子，甚至会被朋友嘲笑。这并不是说我们觉得女生没有能力付钱，而是一种文化习惯。是的，所以如果外国女孩和中国男生约会，他坚持要付钱，你不必感到不舒服，或者觉得欠了他什么。这是他表达喜欢和尊重的一种方式。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回报他，比如你可以请他喝杯奶茶，或者下次看电影的时候你来买票，这样他会觉得你很体贴，关系也更平衡。这个方法非常好，既尊重了他的文化习惯，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中国男生的不善言辞。和热情奔放的西方男生相比，很多中国男生在情感表达上比较含蓄，他可能很少对你说我爱你，但他会用行动来证明。我必须承认，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短板。我们觉得爱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甜言蜜语说多了，会觉得有点肉麻，不真诚。肉麻这个词形容得很到位，所以外国女孩们需要学会从她的行动中感受爱。她愿意花时间陪你，把你介绍给她的家人朋友，努力工作，为了你们的未来做规划。这些都是她爱你的证明。对，如果一个中国男生愿意和你谈论未来，比如买房子、结婚、生孩子，那说明他真的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段感情了。是的，所以总结一下，和中国男生谈恋爱，你可能会得到非常细致的照顾，但也要适应他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关心方式。他可能会为你花很多钱，但这是他表达爱的方式。他可能话不多，但他的爱都在行动里。玛丽分析的也很透彻。看来，无论是外国男生追中国女生，还是外国女生和中国男生在一起，最关键的都是理解和沟通。完全正确。了解了这些男女视角的差异，我们接下来可以聊聊一些在跨国恋情中大家最常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文化冲击，或者说有趣的误会。说到文化冲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多喝热水。这个太经典了，我觉得所有和中国人谈过恋爱的朋友都一定听过这句话。不管你是感冒了、头疼了，还是肚子不舒服，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多喝热水。没错，很多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热水是万能药，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敷衍他，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喝热水对身体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养生文化。当一个中国男生对你说多喝热水，他是真心在关心你的健康。是的，这背后是一种文化关怀。
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废话文学，但包含了他的真诚。当然，如果他只说这句话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那可能就是敷衍了。对的，真正关心你的人，说完多喝热水，下一步可能就是把热水或者药送到你面前了。第二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关于吃饭的对话。中国人打招呼或者表达关心，特别喜欢问你吃饭了吗？对，这简直就是我们的国民问候语。你吃饭了吗？在很多情境下就等于 Hello, how are you？ 在恋爱关系里也是这样，你的中国伴侣可能会一天问你好几次，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外国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么关心我的菜单？其实这背后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在中国人看来，吃是天大的事，关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就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没错，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好，那肯定过得不开心。所以，当你收到这样的信息时，请把它翻译成：亲爱的，我正在想你，希望你一切都好。这个翻译太棒了。我还要说一个，就是送礼物的文化。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过生日，他的中国男朋友送了他一个大大的红包，他当时就愣住了，觉得很奇怪，过生日怎么直接送钱，感觉很没有新意。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差异。在中国，送红包是非常普遍和实用的一种祝福方式。我们觉得，直接送钱可以让你去买自己最喜欢、最需要的东西，这才是最实际的。我们不希望送的礼物你不喜欢，最后被放在角落里。是的，这体现了中国人务实的一面。当然，现在年轻人之间也越来越流行送精心挑选的礼物了，但红包依然是一种很重要的表达心意的方式，尤其是在节日或者纪念日。所以，收到红包不要觉得对方在偷懒，他可能只是想把最好的选择权留给你。理解了这些文化背景，很多看似奇怪的行为其实都充满了善意和温情。恋爱真的是一个学习对方文化的最佳课堂。说得太好了！聊了这么多，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其实核心就是4个词：理解、尊重、沟通、包容。这8个字适用于任何一段感情，但在跨国恋情中尤其重要。是的，不要害怕文化差异，把它看作是探索新世界的机会。每一段用心的感情都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爱情是一场美妙的冒险，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去爱，去体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和中国人谈恋爱的具体问题，或者想分享你们自己的故事，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没错，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分享。好了，本期的普通话播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